大家好，我是文，欢迎来到我的晚安播客。这一期播客呀，我想和大家聊聊中国南北方的差异。9月初，我们刚从泰国清迈回到北京，在北京只待了1个星期，就又坐高铁跑到广西来玩了。广西在中国的南方，是一个非常美丽的省份。它的省会城市叫南宁。但是提到广西，大家最先想到的一般是桂林。桂林的山水在中国特别有名，很多中国人都说桂林山水甲天下，意思是桂林的山和水是最漂亮的。北京和南宁的距离非常远，大约有2478公里。如果坐飞机要3个多小时，如果坐高铁要1个晚上。到了广西以后，我特别有感触，因为我发现中国南北方在很多方面都差别很大，尤其是气候、饮食、语言，还有人们的性格。今天我就和大家聊一聊这几个方面，也希望能让对中国文化感兴趣的朋友更了解这个国家的多样性。我们先说说气候的差异吧。我们是在9月5号回到北京的。那个时候，北京已经进入秋天了。早晚风有一点凉，但是中午太阳出来的时候，就会觉得很热。北京的秋天和冬天有个特点，就是天气很干燥，雨水特别少。刚到北京的时候，我每天洗完脸都得马上擦乳液，要不然脸就会变得很干很干，还会脱皮。我一直都有鼻炎，时好时坏。到北京的第2天，我的鼻子马上就开始不舒服，一直打喷嚏、流鼻涕，真的特别难受。我的朋友也好不到哪里去，他的嗓子又干又疼。有一件小事呢，让我印象特别深刻。那几天我去了一个朋友家，住了2晚。他有一个10岁的儿子，也有鼻炎。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外面吃完晚饭，正要回家的时候，天上突然开始打雷、闪电。朋友的儿子立刻特别紧张地跟他妈妈说：“妈妈，我们快点回家吧，要闪电了，我的鼻炎可能要犯了。”我当时很惊讶，就问他们：“闪电和鼻炎有什么关系呢？”朋友解释说因为在雷暴天气的时候，空气中的花粉颗粒会被气流带到云层底部，然后被打碎成更小的颗粒。这些颗粒进入到空气里以后，会更容易被人吸进去，就会引发鼻炎，甚至哮喘。
我听完以后，整个人都愣住了，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雷暴天气还能引发鼻炎。如果大家感兴趣，也可以上网查一查。这种现象在中国北方尤其常见，所以很多北方有过敏性鼻炎的人，干脆就搬到南方去生活了。很多人都搬到海南去了。我自己就是2年前在北京的时候，因为鼻炎太痛苦了，最后才决定搬去泰国清迈生活。所以回到北京的那几天，我又一次深刻感受到了北方的干燥和过敏给人带来的困扰。而到了广西南宁，气候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我们是在9月中旬来到南宁的，南宁的天气依然很热，而且是那种闷热，空气里的湿度很高，稍微动一动就会出汗。刚下高铁的时候，我一下子就被这股热气包围了，感觉像是走进了一个大蒸笼。不过，这种湿润的空气对皮肤倒是挺好的，不用再担心皮肤太干的问题了。接下来，我们再来说说饮食的差异。饮食是我最喜欢的话题之一，因为旅行最有趣的部分之一就是品尝当地的美食。北京人的主食大多是面食，比如烙饼、烧饼、馒头、面条什么的。我朋友这次就爱上了北京的烙饼，他说南方的饼没有北方的好吃。北京人的口味比较重，所以北京的菜都偏咸，而且常常用酱料，比如酱豆腐、炸酱面里的炸酱，都特别香。而广西人最喜欢的是米饭和米粉。来到广西之后，我几乎每天都能吃到各种米粉，螺蛳粉、老友粉、桂林米粉，有时候一天3顿都吃粉，还不觉得腻。广西的汤粉味道很鲜，有时候只用一点骨头汤和小菜就特别好吃。还有一个差别是，北方人喜欢重口味、咸口，而广西、广东这些南方地区的人喜欢吃的清淡。他们呀更在意食材本身的鲜味。比如呢，在南方，清淡的鱼汤、鸡汤很受欢迎，它们的汤色看起来很清，但是味道很鲜美。再就是语言的差异，语言是中国南北方差异最明显的一点。北京是中国的首都，普通话的发音更接近标准，而且北京话有很多自己的特色，比如他们喜欢在词尾加上儿这个音，比如说三里屯儿、面条儿、没事儿、玩儿。而南方都有自己的方言，比如广西人平时在家更多说的是广西话，不是普通话。有些南宁的朋友跟我说方言的时候，我完全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，有的时候只能尴尬的笑一笑。
南方人说普通话的时候呢，有时候也会出现平翘舌不分的情况。比如啊，40，他们可能会说40；上海，他们可能会说上海；水，他们可能会说水。这种发音的差别，对学中文的外国人来说可能会比较困扰。很多在北京学过中文的人，第一次去南方旅游的时候，会发现听不懂当地人的发音，常常会一脸迷惑。除了发音的不同，南北方用词也有差异。举个例子啊，在北京我们说手指，但是在南宁他们会说卷纸。北京说餐巾纸，桂林人可能会说口纸，北京人习惯说打车，在一些南方城市，人们说打的。所以，如果你到中国南方旅行，听不懂当地人说话，不要以为是自己的中文不够好，因为有的时候我也听不懂。最后，我们再来说说人的性格。除了天气、饮食和语言，我觉得南北方人性格的差异也挺有趣的。在北京的时候，我和朋友去逛早市，卖馒头的阿姨特别热情，不仅主动和我们聊天，还掰了半个馒头塞给我们尝尝。排队的时候，站在我们后面的陌生人也会主动搭话，问我们是不是来北京旅行的，还热心的给我们推荐周边的小吃。这种随和、直接又带点幽默的性格，让我觉得特别温暖。但是朋友很惊讶，他说这种事在广西肯定不会发生。他说广西人普遍性格比较内向、安静，即使心里很热情，也不会轻易和陌生人搭话，更不会随便给别人东西吃。我觉得这个可能和气候、文化背景都有关系。在北方，冬天很冷，人们常常聚在屋子里喝茶聊天，这样更容易拉近大家的关系。南方的天气呢很热，人们更喜欢各忙各的，所以显得比较含蓄。以上呢就是我这次从北京到南宁旅行2周后最大的感受。如果你也曾经在中国旅行，或者生活在中国的某个地方，一定也会发现很多文化上的差异，可能会觉得很有趣，也可能会觉得不习惯。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，和我分享你遇到的文化冲击，或者说说你最喜欢中国南方还是北方的什么特点。希望我的分享能让你对中国有更多的了解，也希望无论你在哪座城市，都能享受旅行带来的快乐。好了，今天的播客就到这里啦，我是文，我在桂林，祝你今晚有个好梦，晚安。